Hello，大家好，欢迎回到我们的频道。之前的很多期视频呢，都在介绍如何改装一辆房车，如何选材。今天呢，就让我们来盘一盘，想从大厂买一辆房车，究竟要花多少钱？大厂房车价格高，到底高在了什么地方？因为地区的局限性，介绍的房车大厂呢，只覆盖美国地区。市面上呢，可以进行 B 型房车改造的车型呢很多，但通常大厂改造呢，都会把范围缩小到以下3种车型，一个是奔驰的 Sprinter，福特的全顺，还有就是 Ram 的 ProMaster。这3种车型呢，都属于商用小货车，通常是用来送货的，也有直接做成10人座的小客车。这3种车型也是在北美市面上最容易买到的可供改装的车型。这3种车型在改装的时候呢，一般会有2个不同长度的车型，一个是短版，整个车长大概在5.4米左右，一个是长版，大概在6米左右。这3款车的长短版在长度上呢会稍微有一些不同，它们各自还在长版上呢增加了一个加长版，我会把具体的长度图贴在边上。在选车的时候呢，我们通常不会说车长，而是用车的轴距来代表车型。讨论的时候呢，通常你会听到，比如说 Sprinter 144和170，数字代表了轴距，144呢是短版，170呢是长版。如果是加长版呢，也就是170 Extended。一般来说呢，1个人或者2个人使用的房车呢，用短版改装比较合适；2个人以上使用的房车用长版来改比较合适。这样呢，就可以多加1张或者更多的床。除了要明确长短版之外呢，还有就是车高的选择。这3款车都有 low roof 和 high roof 的选择。低车顶呢是在1.6米左右，高车顶呢是在1.9米左右。所以如果你想改装成房车的话，一般也会选择高车顶。具体3辆车的配置、适合旅行的场景，以及究竟该如何选择适合自己改装的房车呢，我们会在之后的视频里详细给大家介绍。我们现在正在改装的一辆房车呢，就是 Sprinter 144短版，布置设计了隐藏式的浴室，以及一张展开后有1.7米乘2米的大床。可以期待一下我们最后改装的成果。我们之前完成的 Camper， 也就是福特全顺148加长版的改装。我们之后呢，还会有一辆 Sprinter 170长版进行经常改装。接下来呢，我们就要正式开始谈钱了。在了解大厂改装价格之前，我们首先来看一下这3款裸车新车的价格是多少。这也可以帮助我们来衡量，到底我们是自己买了裸车交给大厂改装合算呢，还是直接从大厂那儿打包购买合算。我们可以看到，现在市场上 Sprinter 144 High Roof 最基本的配置下呢，新车是53400，170 High Roof 是56500，福特全顺的148高顶呢是46000左右，长版高顶呢是49000。Ram 的 ProMaster 最便宜的136轴距的 High Roof 新车，官网的报价呢是47000左右，159轴距的 High Roof 报价是49700多。Sprinter 整体的价格呢要稍微高一些，全顺和 ProMaster 的价格基本就差不多了。接下来我找了几家北美比较知名的房车改装大厂，让我们来对比一下他们各自的房车改装报价。这边改装厂呢，主要分为3个类型。第一是不专门为客户做定制，他们只卖他们自己改装好的房车，比较有名的呢就是 Storyteller 和 Winnebago。第2类呢是需要客户根据他们提供的几个户型图里边选择，同时呢他们也打包出售自己改装好的房车。第3类呢就是擅长根据客户要求进行量身的定制的房车改装厂。我们首先来看一看 Winnebago， 他们不仅仅做 B 型房车，也做 A 型和 C 型房车。有一个小知识点，这里我们常提到的 B 型房车呢，在这边被称为 Camper Van。Winnebago 主要改装的是 ProMaster。最便宜的一款呢，这款叫 Solace Pocket， 大概在14万起。车是短版的 ProMaster， 3.6升 V6 的发动机，有2个平面可以选择，可以睡2到3个人。可以睡2个人的后面呢，有一个独立的浴室和卫生间。可以睡3个人的呢是没有浴室，只有一个放在座位下的马桶。前面的桌子转换成了一张单人床。后面一张双人床的大小呢是1.9米乘1.3米。对比我们现在做的 Sprinter，
的1.7x2米的床，确实不算特别大的双人床。这边灰水箱和清水箱都是20加仑，也就是75升左右，有空调、风扇和暖气。电池系统呢，用的是 AGM 的蓄电池，优点是便宜，有170瓦或者190瓦的太阳能板。2个户型后面的门上呢都装了窗户，个人觉得后面如果是卫生间的这个设计，再在后面加上窗户的意义就不是很大了。长版的 ProMaster 的改装呢会贵到1到2万，可以睡4个人。Winnebago 也做 Sprinter 的改装，整体价格无论长短版都是20万起，价格算是非常高了。所以大厂尽管是量产，但是也不代表价格就是便宜的。我们再来看一下 Storyteller 这家公司呢，只做 B 型房车的改装，也是不接受定制，改装好的房车直接打包出售。他们只做了4个车型的改装，最便宜的呢是福特，大概在17万多，是3.5升 V6 发动机，短款4驱。从官网的信息上不太能看得出电池有多大，大概率不是这辆车的一个亮点。只有90瓦的太阳能板，额外可以扩充到600瓦，但是需要加钱。有排风扇、烧汽油的暖气，空调呢是柜式空调，这个是比安装在车顶的空调要便宜。有79升的清水箱、90升的灰水箱。剩余3款 Sprinter 的改装呢，在18万到22万之间。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Van Life Customs 这家公司，这属于第2类改装公司。这类公司呢，既接受私人定制，也将改装好的现车直接卖出来。这类公司呢，在美国的改装房车当中很常见。如果是按照他们公司提供的户型选择来改呢，他们只做 Sprinter 144的 High Roof 这款车型。3种模型有3种不同的价格，这个价格呢是不包含车的，只是改装的费用。最便宜的7万4这款呢，包含了200安培时的电池，320瓦的太阳能，有柴油的暖气和排风扇，75升的清水箱，26升的灰水箱。厨房配套的水池、冰箱、电磁炉都是完整的，但这个价格居然是没有包含空调的。他们公司呢也提供完全根据客户需求的私人定制，但改装价格呢是9万多起，这个价格算是很高的了。除了改装服务，他们也提供改装好的现车出售，但通常车都是有一定里程数的二手车。还有一家公司叫 Outside Van， 他们公司呢就是只做 Sprinter 的改装，具体定制多少钱，官网没有给出价格，需要发邮件去询问。但这家公司呢有改装好的现车出售，新车价格大概在25到28万之间。他们主要做高端线，设计呢主要是针对有钱多金的山地车发烧友。最后一类呢是只提供定制服务。Van Smith 是其中一家做得很好的公司，由客户提供现车，然后在4种选择里选择想要改装的户型平面。他们最便宜的呢是可以帮你做一个最基础的改装，1万2起。短版的改装最便宜的是3万7起，长版最便宜的是7万9起。让我们来看一看这3万7里边的改装都包括了什么。有3度电、100瓦的太阳能、排风扇。这个价格呢是没有包括任何空调和暖气的，没有冰箱，只提供了放 cooler 的托盘，电磁炉和水池、水龙头都没有，放马桶的地方呢也是没有单独设计的。可以看到这个价格是一个非常基础的配置。再来看一下这个6万5起的改装，包括了脱离电网的用电系统，200安培时的锂电池，75升的清水箱。没有看到灰水箱有多大，但是在车内有可以取出来的18升的灰水箱。这个的好处呢是冬天的时候在车内用水就不受影响。有排风扇，但是没有包含空调。水池有，但是冰箱、太阳能板都是在进一步升级的包裹里边的，价格应该也是要增加的。这家公司除了做改装，他们的特点是他们还提供 DIY 的套件。如果客户想要自己动手改装，可以直接从他们的官网上购买他们柜子的套件，回家自己组装。通过了几家不同公司的对比呢，基本可以知道了大厂包含车的改装，然后打包售卖出来。全顺和 ProMaster 的基本配置呢，大概从15万起，
奔驰的 Sprinter 基本都要20万以上了。如果客户自己提供车交给大厂改装，最基本的配置呢，也需要3万7起。如果这个车想要脱离电网出行，能够满足基本的生活需求，价格要大概在5、6万起了。如果需要完全的私人定制，价格要在8、9万了。从价格来看呢，确实客户自己找车送去改装，对于客户来说是划算的。一辆5、6万的裸车，按照5、6万的改装费用来算呢，最后的价格在10到12万左右。那从大厂直接购买改装好的车有什么优点呢？首先，最大的优点呢是可以提到车。如果你自己选择自己买车，然后送去改装呢，你需要有一定的等待时间。大厂质量上呢有保证，通常也提供售后。但这里要注意的一点是，很多大厂也是需要把房车运送到他们的指定维修厂去维修。一般来说呢，这个等待时间也都比较长。大厂直接买改好的房车呢，还有一个优点是，一般可以直接从大厂贷款，这对于很多人来说是很重要的。当然，缺点也是显而易见的，大厂需要负担的费用多，所以成本也相对比较高，最后显示到改装的费用上呢也是很高的。其实选择 camper van 就跟买房子没有多大区别，户型越简单，面积越小，肯定就越便宜。关于大厂房车多少钱的话题呢，我们今天就聊到这啦。如果你想知道自己改装一辆房车到底要花多少钱，就千万不要错过我们之后的视频，关注我们，手把手教你改装房车。如果你有改装需求，也可以私信联系我们。10月份呢，我们还会去田纳西参加这边最大的 B 型房车展，作为参展方，期待一下，千万不要错过了，拜拜。